嗨，大家，久違的舊衣改造，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怎麼改造這一件襯衫。你的衣櫃也躺了一件很久沒有穿的襯衫了嗎？趕快把它拿出來改造吧。這一件襯衫比我原本穿的尺碼再多3-4號，所以有很多的布料可以運用。在開始舊衣改造之前，你要先測量好自己的三圍，然後確保布料是足夠的喲。我想要做一些抓皺，所以這樣子的寬度對我來說可能比較好操作。來看一看做法吧，希望會成功。今天要挑戰的最主要的是我在 Pinterest 上面看到的一件衣服，我覺得應該會很舒服。當當，就是這一件，它在這邊做了一點抓皺，所以就不用胸審了。然後前排扣這邊我應該也不用動，是一個大 V 領。袖子的部分我覺得非常的可愛，就這樣短短的，然後非常立體，有點 T 字形的感覺。然後下擺這邊也做了一點點的抓皺，最後就是它這種很飄逸的感覺，非常適合夏天吧？我覺得，如果是這個黃色的布料的話，不知道做起來的效果會是怎麼樣。我自己也做了一些草稿圖，首先是要先把這一件襯衫拆成上下2個部分，然後袖子也要先拆掉。首先拆掉的是標籤、領子跟袖子的 cuff， 還有兩旁的側線。哇哦，好高級哦！居然還有雙面膠。我把布料撕破了，剛拆線拆得那麼辛苦。哇，這個雙面膠太厲害了！髒髒髒，好吧，這個可能會影響到第二件能不能做得成功。啊！為了要加快速度，然後保全我所有的布料，我決定全部都用剪的，把袖子的接線跟那個袖子接口那邊全部剪開，然後背板的 yoke 也是。接着就把其中一個前片放到我的人台上面，稍微畫一下記號。最主要就是大 V 領這個線的弧度，然後肩線的位置跟新的袖子接口，還有最重要的就是在下胸圍的那個曲線。然後就可以3D 轉2D， 把標記好的那些虛線全部畫成實線，然後再加縫份。因為不確定是不是可以一次到位一次成功，所以下面這個弧線跟兩側的這個線，我全部都留了1寸的彈性空間跟縫份。剩下來的3個邊，我是用1.5公分的縫份來剪裁。重新放回我的人台，然後標記了一下我想要抓皺的這個範圍，然後再複製到。這個是左邊，所以複製到另外一邊右邊去。調整一下鬆緊程度，直接讓它幫我縫出抓皺的感覺。每次在做舊衣改造的時候，都會想到有3年前左右有一個縫紉班的同學分享的故事，是他妹妹的先生過世了，然後他一直沒有辦法放下，所以就留着他所有的衣物。那個縫紉班的同學最後的期末作品就是把他妹妹先生的其中一件衣服做成了一個包包送給他，就可以讓他出門的時候也帶着他先生的衣物出門的那種感覺，我覺得意義非常重大。所以在二手店找到這些衣服的時候，我都會不禁想象它上一個主人的故事會是什麼，然後我要承接他的故事，做出一件新的衣物讓我可以穿出門。你們也有過類似的想法嗎？這邊看起來還好啊，但不知道為什麼縫起來的時候有一種奇妙的上揚感，還是因為沒有燙，就是有一種沒有下墜，反而往上了。誒，怎麼這樣子？想說是要重做呢，還是燙一燙看會怎麼樣？燙一燙好了，看會不會就是保持它下墜的感覺，好像好很多耶。燙完之後，因為還是有一些翹翹的感覺。我要改善的話，要怎麼弄？把這邊往下削一點之類的吧。下面的布料太多，讓我改一下。兩邊都要做修改，這邊要拆掉。改完之後就可以開始做背板。其實2D 這樣看不準，就是要放在身上看3D 的效果如何，再來做修改，然後讓它对稱的修改完之後再拼接上去。拼接完前片就好啦，後片就對齊一下前片接縫的地方、側線啊跟肩膀的線，然後重新畫一下接袖子的地方。後面在畫標記的時候，我有先備注它的中線位置。然後剪裁的時候，就是在中線對着，這樣才能剪出完美的對稱形狀。
布料轉彎的地方，有這種弧線的地方都做了固定縫，稍微固定一下才不會拉扯變形。然後現在前片跟後片就可以疊加在一起咯。應該就是先在肩膀這邊縫合，然後試穿一下 ，OK 的話，把這個裡面這樣收邊之後，再來縫合側線，再來決定衣服的長度，好像還不錯啊。剛剛測量了那個照片上的比例，有可能是這個長度會比較適合我。現在穿起來好像差不多，所以就把這個拿掉。昨天晚上做了八邊帶、滾邊條，要準備來收拾它的領口跟袖子了。袖子應該不用，就是領口而已。昨天好像就是錄到把側線縫完，準備收邊的時候，相機就沒電了，把它收邊收完了。現在要來沿着這個記號把它改短一些，滾邊條上去做袖子，就完成了。還沒，應該要再補個扣子比較安全。我的記號是做在這裡的，所以就沿着這個記號垂直前面的這條中線畫一條線之後，我在側線這邊往上抬了1/4寸，然後延伸到後面的時候，應該是要跟這一條對折的中線對齊。哦，對，這是後片，這是前片，側線在這裡。因為現在是對折的狀態，所以是要跟中線垂直，這樣才能做出比較好的那個弧線。然後我還沒有留縫份，往上翻折2次的話，就是留1公分應該就夠了。我覺得還不錯啊，這個長度很 OK， 這邊也沒有奇怪角度。好，收邊。我現在那個反折第一次的時候，先縫了一條增長5的縫線，讓它固定，這樣我就不用手動的翻折2次來縫這一條，因為這布料不知道為什麼蠻頑固的，就是很難折起來。就算我燙過了，它還是一樣，就是很難定型。然後先縫過一次增長5的，等一下拆掉就看不到任何記號了。縫好了，所以這樣背面可以看到2條線。增長5的跟增長3的，然後正面只看得到增長3的。其實也可以不用特地把這個拿掉，但就是一個 kimoji， 不然正面其實也看不到。把這個增長5的拿掉，抽出來就好了。我想要把它這個領口再改低一點點，稍微對齊一下，然後前片後片的中線對齊一下，這樣子來剪裁。誒，反了！我應該先縫在縫反，我應該縫在正面，多留1寸在外面，以短的這邊啊為基準。然後留1寸，剪掉，短邊來看。縫好之後，我往內折了2次，往內折，再往內折，這樣燙。邊邊這邊應該會在第一次往內折之後，把它凹進來，然後再往內折第2次，這樣收起來。另外一邊也是，這個好像不用那麼長，就把它修掉就好了。再来就是這個袖子的形狀了，總覺得它的袖子做的特別的方正，要拿捏好，不然形狀跑掉好像就不一樣了。這個形狀，袖子的部分我想要做2層，讓它看起來就是比較堅挺一點。它的那個照片上面看起來也是，好像也有2層布料，想要一口氣剪裁出2層，不知道有沒有機會。折邊在這裡，感覺沒有辦法把2個袖子都拿來做好了，4寸左右，然後直接往上折，這個是折邊，大概是14寸這樣。我真的只能全部用推測的了，我要測量一下接口要多大才能畫這一條線。我每次都覺得這個步驟非常的難拿捏。之前也有一個觀眾在問，到底要怎麼抓這個袖子？其實老實說，我也拿不出一個標準的答案來給大家。首先呢，是量一下接縫的線哦，不是邊哦，接縫的線的位置。
大概是25公分乘以2，所以是50。然後我想要最高的地方有4寸，最低的地方大概2寸。這一條垂直線的那個終點開始做一個交叉轉彎的地方，然後可以去買這個 curve ruler， 有18的、12的，我是拿12的，18還20我忘記了，反正長的也蠻好用的，但我那時候就是只有買短的，其實都可以，都是一樣的。French curve 也可以，然後要加縫份。然後要一口氣剪出对称的2邊，以及另外一只对称的手，不是对称的手，对称的袖子。老實說有點慚愧，已經做了這麼久了，居然還是沒有辦法抓得好這個剪裁，每次都是非常靠感覺直覺，然後都很碰巧的被我蒙對了。我要是有找到什麼公式的話，我到时整理完所有的東西，我再跟大家一起分享。在同一集好了。經過這一次的考驗，我真的覺得我有很多東西還沒有補足呢，很多知識。像這一次，我大概就重做了3-4次。想說直接正面對正面，先把這邊縫起來，這樣子縫線就會藏在裡面。然後縫完之後再翻出來接上去，側邊拷克就好了耶。這樣子下面這邊就是折上來的，這樣子就會變成有2層。在袖子這邊，剛接縫的線在這裡往內折，它就是一個對稱的東西，鏡射，所以就往上翻折，所以下擺就不用收邊，我只要可以剛剛好，拜託可以剛剛好接縫上去收邊就好了。我剛剛是不是有提醒自己跟大家要測量那個袖子接口的長度，然後要按照那個長度來做剪裁，結果我自己說完就忘記做了，然後一直到要接上去的時候才發現，我本來想說改一下弧度就好，想說可以這樣延長幾公分，結果沒想到真的差距太大了，差了大概5公分有，單邊5公分，兩邊加起來就10公分了，所以我根本就是沒有測量好。我又把它拆開了，我不想要重新剪布料，因为我覺得我布料可能會不夠，所以我決定直接在這邊再加一塊小小的長方形。剛剛重新畫的這條線大概是20公分，所以我只要再多5公分左右，然後加縫份，應該就沒問題了吧？我覺得我那時候在房間裡待太久，已經中暑了。那個房間真的很悶。我剛剛說單邊5公分，所以兩邊應該是10公分，結果我還是只有加5公分，真的暈了。完了，現在應該就可以了吧？對齊一下側線，跟上面肩膀的接線，緊張了。到底會不會成功呢？我要是不說，應該就不會有人知道。但是這是第3次修正了，我也沒有特別去錄啦。真的必須從中學到一個教訓，是要去補足那部分的知識。試穿中，老實說，我很不喜歡這個形狀，大小是算剛好了，但就是不喜歡它這麼的開，想要它垂下來一點，還是其實也還好，沒有那麼明顯。現在在鏡頭上看起來又還好了，鏡子前面看起來就沒有那麼喜歡，再讓我沉思一下。剛剛重新回去看了一下那個設計的，就是那件衣服，拿掉了一點，希望是可以成功的。畢竟布料已經剪了，結果就是沒有成功。我又縫了第4次，然後把那個扣子補齊就好了。雖然說沒有做到心目中的100分，但是如果我沒有講這些小挫折的話，大家應該會覺得成品還可以吧？是不是還可以吧？袖子的部分你們可以不用看，我會慢慢檢討。但其他的部分我覺得還不錯，應該算改造成功了吧？你不覺得很適合今年的夏天嗎？聽說台灣今年非常的熱，希望大家今年夏天做好保濕，擦好防曬油，沖水分。也希望今天這一集的就醫改造也給大家一些想法和幫助。那我們就下次就醫改造見嘍，謝謝收看，拜拜。